神，呜呼啦呼，白鹅变身。可是这年龄也太小了吧，这不是3岁小孩的身体吗？和我预想中的漂亮御姐差老远了。娥姐别担心，化形丹只会根据身体对应的年龄化形，等过段时间自然而然的就长大了。烫死我啦！没想到我踩空井杠嗝屁后，竟然变成一只大鹅，趁没人赶紧捞点好的。小命要紧，溜了溜了。哎呀我去，谁敢咬大鹅我的屁股？恭喜娥姐成功击杀第1只妖兽。你是谁？娥姐，我是你在这个世界绑定的专属萌宠。那么娥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彤彤，我要发任务了。首先要前往百元城测试灵根，奖励极品火灵根。哈哈，亲爱的修仙梦，我大鹅侠来啦！今天的百元城很热闹，因为刚好是5年1度的招新大典。修仙界的人看见一只大鹅在大街上走，也见怪不怪了，因为只会以为是哪位大佬的灵宠而已。白鹅很顺利地来到了测灵根的地方，排起了队。这是谁家的鹅？怎么还排队了？该不会想测灵根吧？说不定大宗门食材都得考核才能上桌。好不容易轮到白鹅，居然就因为它是一只鹅，不让它测灵根，这也太欺负鹅了。那你不是要测吗？测吧。任务完成，获得奖励极品火灵根。我去，纯度100%极品火灵根！乖乖鹅，100年难遇的小天才，快过来亲一个！这老头该不是臭变态吧？这个给你，你先去百元城逛逛，想买啥买啥。半个时辰后，非洲口集合。我的老天鹅，竟然是满满一袋蓝晶晶的零食！哇，这么多零食，老头出手可真大方呀！去吧去吧，早点回来啊！没想到这大鹅天赋好，还懂礼貌。哈哈，零食一到手，整个百元城都是我的！那个包子，那一笼全要了。好嘞，大鹅仙子您拿好，好吃你再来。这都能听懂，怕不是都考过俄语8级了吧？呵呵，你这贪吃的小家伙，吃得这般圆润。老头儿怀里挺舒服。众弟子随我登州，莫要耽搁。非洲横空，目标第1宗门无玄仙。这第2项考核名为问心梯，共999级，不看修为，只看尔等的悟性与道心。目前最快记录是3分多钟，已保持了300年。1秒钟5、6级台阶，我下楼梯都没这么快过。娥姐，你别妄自菲薄，你从楼梯上滚下去，绝对比他还快。有你这么安慰人的吗？哎呦喂，金光闪的鹅眼睛都快瞎了，这哪是仙门啊，简直是修仙界的暴发户本户吧。这地真气派，连地板都发光。去吧，小家伙，老夫在上面等着你。啊，到头了，看来剩下的路只能靠自己走了。但这楼梯也太高了吧，这是鹅能爬的路吗？
新任务，拿下考核第1名，奖励火火功法。考核开始。后退，助跑，走你！我要用翅膀飞上去。你是来搞笑的吗？老宋，你带来的这只鹅好有意思，活久见啊！还有这种上台阶的方式。没关系，让你们见识下猛鹅上山。哼，收腿，起跳，走你！跳也行，就是这个节奏，起！还是说，这才是爬问心梯的正确姿势？哼！哎呀，999级！你们知道我是怎么上来的吗？你这小家伙，没想到我竟然突破了！不愧是100%纯度，连入门记录都破了。任务完成，奖励玄火功法，已传入你的脑子。脑子里好像多了很多厉害的东西。这鹅是老夫带回来的，谁也别抢！老宋，你懂个屁！他是火灵根，天生炼丹的料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有了系统就是厉害呀！2个师傅争着要。你是想2个风都加入？行了，你们2个都交，轮流来。但是谁先带徒弟成了新问题。废话少说，修仙界实力说话，打一架，打就打，老夫怕你不成？爸，老夫这炼丹的确实打不过你这修剑的。恭喜娥姐获得成就，入门第1天，宗门2位长老为你大打出手，解锁奖励本命灵火。这就是我的本命灵火。哈哈，老李头，身手不行就别怨人，徒儿我带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就这么被决定了！救命，这老头手劲儿好大！哎，等等，这就起飞了，我恐高啊喂！乖徒儿别怕，真男人就应该迎风而上。老头，我不是男人啊！变成炸毛鹅了。这山上的风确实活泼了点儿，为师帮你理理。这老头演技还能再烂点吗？算了，先去看看我住的地方吧。哎呦，这谁刻的？虽然丑了点儿，但还挺传神嘛。乖徒儿，这是我剑锋亲传弟子的专属令牌，拿好了。哇，这牌子的颜色和我好配呀，看着就很顺眼。徐州，速过来！师尊，唤徒儿前来，可是有要事吩咐？曲州啊，这是我新收的小徒弟，你的小师娥，你带他去功法库，挑选一本适合他的功法。是，师尊。小师娥，随我来。这师兄可真淡定啊！你师父收个白鹅当亲传弟子，没有任何意见，立马就接受了。快，娥姐这边请，3楼拐角有极品宝贝。宝贝，让我看看你到底叫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名字。王拔公，娥姐，筒子出品必属精品。这名字虽然朴实无华，但防守无敌呀。行，王八就王八，只要皮厚，谁也别想吃铁锅炖大鹅。这是练的王八功啊！月光如水，师兄作陪，这修仙的小日子真是美滋滋呀。小师娥，这是剑锋特产的青灵果，全当师兄给你的见面礼。哇，这口感咔嚓脆，简直是果汁炸弹啊！这是什么神仙水果？大师兄你真好，你也吃一个，好东西要分享。多谢小师娥。小师娥，1个月后，
新弟子要去剑冢选本命剑，你这段时间要好好修炼哦。我走了，不用送了。娥姐，新任务：修炼至炼气9层，奖励剑体质。拥有此体质，可得到大部分剑的喜爱哦。为了这万人迷体质，拼了！9层而已，我练。当天晚上我开始修炼，问题来了，一只大鹅怎么打坐？这腿怎么折不过来？这身体结构不支持盘膝啊！筒子哥，你有何高见？检测到宿主有点傻憨憨，赠予大鹅修炼大全1本。第一页侧躺死了一样，第2页正躺还是跟死了一样。行吧，那我随便躺着吧。果然，躺平才是王道啊！叮，突破成功，当前境界炼气4层。我真是个天才鹅，就是有点冷飕飕的。我去，我毛呢？我的乖徒儿，你怎么成秃毛肉鹅了？小师鹅，你的毛呢？这闭关怎么把毛都闭没了？秃毛肉鹅，没大问题。火灵根第一次修炼没控制好力度，毛没了长回来就行，身体结实着呢。瞧瞧这小火苗，闯了祸还想把自己团起来装死，好热，感觉整只鹅都要烧起来了。毛长得比以前更漂亮了。小师鹅，我带你去练剑。好温柔，这大师兄真不错呢。练剑喽！看好了，第一式拨云。检测到娥姐正在学习基础剑法，熟练度加100。这种感觉，我好像学会了。嘿嘿，吓傻了吧？太啰嗦了，看我的！这基础剑法能这么练？小师鹅啊，你去指导一下旁边的新弟子吧。帮助大师兄纠正弟子动作，奖励修为提升至炼气5层。炼气5层，我来啦！死鹅，你给我等着！救救我！这一招也错了，请指教！累死鹅了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到账，等级提升至炼气5层。有了系统就是好，那修炼速度堪称火箭呀！突然很想回家种田。满堂饭菜香，这才是勾娥心魂的人间美味啊！我都已经看见了，不过既然是师兄的好意，我就配合一下吧。作为补偿，我把桌上能点的菜全点了一遍，这就叫鹅的尊严。小师鹅，回去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随时找我。这大师兄真不错呢。我的乖徒儿，为师回来了！我操，徒儿你怎么啦？
老头，你大惊小怪什么？这是奶奶果，吃起来像芒果。这是赤鸟羽毛，修炼的时候就不会再把毛烤没了。被人丢进锅里烤的时候，能多撑会儿，等我们救你。谢谢，前半句我很感动，后半句不用说了。新任务，帮宋长老把梅须修成一样长短。任务奖励，说话单。好家伙，这是想把长老的眉毛给剃了呀！方案更新，将生发液涂抹在短眉须处，任务奖励不变。好筒子，还是你靠谱。就是现在。哎呀，我的乖徒儿，你瞧这眉毛，绝了！你可真是我的好徒儿呀！这眉毛这么长，好看吗？任务完成，说话单已放入宿主空间。苍茫的天涯是……停 ，stop！ 娥姐，你好好一个姑娘，怎么唱歌这么难听？行吧，我闭嘴，我去修炼还不行吗？练气期还是小菜鸡，要想保护的人就得继续卷。我的乖徒儿，在宋师兄这里可是受委屈了。走，为师这就带你去炼丹。哎，我的乖徒儿就这么被带走了。虽然李长老战斗力不强，但比宋长老的飞行技术好多了。师尊，为什么这里人这么少？修仙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我都收大鹅做徒弟了，会说话又算得了什么？乖徒儿，炼丹不是像剑修一样谁都可以学的，必须要拥有足够的条件才可以，不然炼丹师也不会如此的珍贵。这只白鹅是我新收的徒弟石耀星，论在丹堂的资历，比你们在场所有人都要深。这个是草，是你们去摘草药的脑吉师兄以为是草药一起摘回来的，拿来给你们当反面教材，引以为戒。接下来我给你们演示下如何正确处理草药。还是白鹅好啊，都敢骑在师傅头上。筒子，化形的事情能不能提上日程了？这个形态有点不太方便了。也是哈，你等着，我看看能不能申请个化形单下来。娥姐，我成功申请下来了，不过不能直接给你，还得走个流程。我现在给你发个任务，你完成一下就没问题了。说干就干，我直接调动本命灵火，丢到丹炉下方预热。火焰形态温度变化，涂料时机就是现在。闻到了淡淡的丹香，这是第一步成功了。压住激动，封盖。哇，这只大鹅好厉害，第一次就练成功了。纠正一下，我叫白鹅，不叫大鹅。任务完成，化形丹已放入空间。天才，旷世奇才，我丹峰要发迹了！哈哈哈，不愧是我的乖徒儿，这控火，这成丹，全宗门找不出第二个。能有系统的，个个都是天才。走，为师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师尊，我已经来过了。不碍事的，那是以剑锋弟子的名义挑的，现在以丹锋弟子的名义来，还能再挑一本。进去以后不要着急，先闭眼排空杂念，
跟着内心最深处的指引走，第一个触碰到的就是最适合的。来，乖徒儿，这是丹峰的身份标志，收好了。红的配蓝的，档次一下就上来了，整个无玄宗，谁有我阔气？怎么样，选到了吧？是什么功法？是适合我本命火。修炼的功法不用告诉任何人，这是你自己的秘密和底牌。不是师傅你老人家问的吗？这老头虽然啰嗦了点，但对我真的是没话说。小徒弟发什么呆呢？建完功法库了，我带你去我们的藏书阁看看，里面也有不少好东西。哇，好大的藏书阁呀！小徒弟来，我们先学这一本，等我们学会了认字，我再带你学其他的内容。我们来看这个字。师尊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其实这些字我都认识，不信我读给你看。论如何烹饪一道完美的铁锅炖大鹅。这是结局注定要下锅，但至少能给自己挑个喜欢的口味吗？原来是这样。那我再重新挑选一本吧。这个修仙界认识大全就很不错。我就这样抱着书一边看，师尊就在旁边絮絮叨叨讲着他知道的趣闻。师尊怕我累着，把我送到了住所。乖徒儿，这些丹药你拿去随便吃，别太累。为师先回了。变强，我要变强！这鹅生绝不能就这样躺平。我要争分夺秒的修炼，争取在进剑种之前把修为提升到炼气9层。炼气9层搞定，这1个月连轴转，我也没觉得多累嘛。恭喜娥姐完成任务，奖励渐渐体质。渐渐体质系统，这名字是认真的吗？在即将去剑种的最后一天，我终于想起来自己忘了什么了。坏了，忘了吃化形丹了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正好有时间，现在吃了吧。古娜拉黑暗之神，呜呼啦呼，白鹅变身。可是这年龄也太小了吧，这不是3岁小孩的身体吗？和我预想中的漂亮御姐差老远了。娥姐别担心，化形丹只会根据身体对应的年龄化形，等过段时间自然而然的就长大了，到时候就不会这么小巧了。现在嘛，就当放假休息休息。这几天确实是累狠了，所以我盖好被子的一瞬间就陷入了沉沉的梦乡。好可爱啊！被人打扰了清梦，烦死了。这是我的亲传弟子，理应老夫来报。姓宋的，你放屁！这是老夫先看上的宝贝徒儿。老宋，你从哪里抢来的小娃娃？我们宗门可不是人贩子宗门。去，少在那儿血口喷人。这是我上个月收的宝贝徒弟白鹅。小白鹅，快看，这是李爷爷给你带的鲜果，甜得很。老李，你少来这套，离我徒儿远点，拿开你的破果子。看看这几个平时仙风道骨的长老，直接原地觉醒了，女儿奴血脉。剑种里漫山遍野都是剑，剑气很重。按照看小说的经验，好东西在最里面。筒子哥，那个渐渐体质到底有啥用？感觉没动静啊。娥姐，这个需要你自己领悟，统统不能说。话音刚落，山谷深处传来一声破空声，一阵狂风把我刘海吹乱。等我回过神，面前已经飘着一把破破烂烂的木剑，它正好奇地围着我转圈，时不时变小飞到我头顶。我犹豫了，这从山谷最深处飞来的应该是把好剑，但它是把破木剑啊！木剑察觉到我的想法，顿时蔫了，让我想到上辈子被嫌弃的自己。
那要不你跟着我吧。收下就收下吧，小家伙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一股能量从木剑传遍我全身，汇入丹田，灵力暴涌，水到渠成，我突破筑基期了。你是我的福星，以后你就叫福星吧。小师妹，你怎么抱着把小破剑？快扔了，换把好的。福星听了后，从我怀里飞了出去，大地震动，数不清的剑从土中不断破出，最后在天空中排列成阵，写出几个大字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把剑是个人才。我先来的，你往那边挤什么？屁！明明是我先站稳的，起开起开！我不认识他们。小师妹，要不要一起下山逛逛？前一秒还在吐槽自己的师傅，下一秒自己也是一个师妹控。好呀。好久没吃烤肉了，拿下拿下，全都拿下！小师妹，你这消化能力也太好了吧！宗门食堂那点饭哪够啊？好。小师妹，你要买丹药，李长老不是给你备着吗？卖丹药。你看够了吗？那是卖给我们聚丹阁的东西。今晚这收入真没白忙活，这波赚得够实在。师尊，乖徒儿，最近北漠城出现了一个秘境，罕见程度和资源丰富程度100年难得一遇，但名额有限，每个宗门只能派遣20个人前往。不过你已经在名单上了。小徒弟，虽然这个秘境危险性不是很大，但是一样要注意安全。有时候最危险不是外面的妖兽，而是身边的同类。永远不要完全相信外面的人，知道吗？东西带够了吗？好像还差了点什么。北漠城那个鬼地方。师尊，我知道啦，您别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北边秘境我熟，到时候你跟着我，保准吃香的喝辣的。我看着看着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筑基期也能御剑飞行的。福星，我想试试御剑，你能不能接住我呀？他晃了晃剑身，表示没问题。我从非洲边缘跳了下去。白我，我去！不行，我也要御剑！众弟子纷纷召唤本命剑，开始练习御剑飞行。非洲周围全是御剑飞行的弟子。我飞累了，回到非洲上打坐休息。众弟子回来后，看见我在打坐，以为我又开始修炼了，然后一个个坐下，跟着我开始修炼。这是只要卷不死，就往死里卷呀！就这样一直卷到第二天中午，我实在饿了，爬起来吃东西。其他人如蒙大赦，松了一口气。听说你们宗门今年收了只大鹅？还是宋长老和李长老的私生鹅？你这说的哪个哪儿啊？那是本门秘传的灵兽。那鹅什么灵根？纯度多少？纯度100%的火灵根，100%。这怎么可能？众长老布阵，将虚空打开。进去手腕上会多个手镯，要出来或者有危险就捏碎它。师尊在外面等你。好了，师尊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惜命的。还有，记得多吃东西，别饿着自己。知道了。打不过就跑。知道啦。进入了秘境，我的手上多了个米白色手镯。
四周全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。娥姐，新任务：寻找秘宝，完成后可获得夜视能力。有任务就有好东西。我随便选了个方向，边走边采草药。采着采着，突然听到一声惨叫，我朝着声音的方向跑去，看见一个蓝色弟子服的人倒在石潭旁边，腿上压着块大石头。我赶紧跑过去搬开石头。呵呵，大力士萌娃，竟然是宋浩！你怎么搞成这样了？小师妹，我就想看看石潭里有没有宝物，一通水面就有石头飞过来。我看了看，什么都没有，风平浪静。娥姐，你真棒，此处必有好东西。你推远点，我试试。好家伙，是竹子在守着这潭水。我捡了一怀抱石子。竹子，我生平最恨别人往我水里扔东西，我砸，我再砸，咔嚓，大意了，用力过猛，闪着腰了，足。小师妹，你真的太聪明了！我们把大石头清理干净，发现石潭底部有个凸起。这种累人的活儿怎么能让小师妹干？我乐得清闲，从空间里拿了个灵果吃起来，挖了10几厘米，铲子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。开吧。里面放着一块不规则的木片，左看右看，看不出哪里特别。恭喜娥姐，任务完成，夜视能力已到账，可随意念使用。此时我只感觉眼睛一凉，周围昏暗的树林顿时清晰的跟白天一样。我把木片收了起来，继续走。这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不少低阶妖兽，基本是一刀一个打得顺畅，顺畅到宋浩开始有点飘。他招惹了一头花虎妖，他把人家脑袋上的半生灵草薅走了一半。我转头的时候，他正被花虎妖甩着转圈圈，双脚腾空，像个大摆锤。